古人是不是用文言文说话？如果不是，为何会出现文言文？文言文最初是用于祈祷祭祀法令颁布，然后逐渐成为了一种文体样式。在古代向我们老百姓之间说话，其实都是直言不讳的，而士大夫之间最多是引用一下古语，平常交流大致还是白话。比如孔子平常和学生谈话，应该用的是白话，而且是山东方言，只是在读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的时候，才用周朝通行的语言，而《论语》的编写是经过文学加工的，是可以用雅言来读的。古人的教育普及率是没有那么高的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读过书，一个字都不认识，根本就不知道书中文字的意思，所以他们日常交流根本是不可能用文言文的。古人说话都是口语大白话，文言文是书面语。由于古代交通不便，各地的语言差异也很大，为了便于交流，有效统治，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就决定书同文，就是用同样的字体，同样的表达方式，但是人们的口语却没有太大变化。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方言和表达习惯，还有在历史民族大融合时期，经常会融入少数民族的语言。至于这文言文与日常口语的区别，我们可以从同时代成熟于明朝的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中看出来。两部小说都是成熟于明朝初年，《三国演义》是半文半白，而《水浒传》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白话小说。《三国演义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处处文言，比如武就是我的意思，汝就是你的意思。例如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，意思是你没有看见吕布是怎么对待丁原和董卓的吗？还有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，既生瑜何生亮，等等等等。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都具有鲜明的文言特点，但是在那个时期，人们日常说话是不这样的。而《水浒传》则着重表现的是江湖草莽，主要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。比如在开始，史进与王进刚见面时的对话，说你是什么人，敢来笑我的本事？俺经了7、8个有名的师傅，我不信道不如你，你敢和我插一插吗？另一个说你来你来，怕的不算好汉。这些语言就完全是白话文，就是平常打架骂街的语言，口语化是十分明显的，很符合民间市井阶层的生活情景，更贴近生活。所以说，古代人在生活当中是不说文言文的。文言文是古汉语的一种书面用语，比如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，想问某个人是否吃饭了，口语表达就是你吃了吗？而用书面语表达就是饭否。这饭否就是文言文，我们也可以看懂，但是平常是绝对不会说的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